这辆华丽的马车一进城，就成了所有人议论的焦点。路人压低声音说：“看那个女人，她就是罗莎莉亚公爵夫人。别看她穿得这么体面，背地里名声早就臭了，整天就知道搜刮珠宝，甚至还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大家都在替谢尔盖担心，觉得这个家迟早要散。可就在这时，那个传闻中受尽委屈的孩子竟然主动跑向了他。塞尔日大声喊着：“妈妈，快点，我们要迟到了！”看着塞尔日兴奋地扑进怀里，罗莎莉亚温柔地提醒：“慢点跑，这样冲过来很危险。”塞尔日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好久没像这样全家一起出门了，真的好开心。”罗莎莉亚也笑着回应：“其实我也期待了很久。”这一幕温馨的画面让旁边嚼舌根的贵族全傻眼了，他们还在纳闷，不是说公爵夫人虐待孩子吗？这看起来完全不像啊！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看来塞尔日比我动作还快。”路易斯公爵顺势搂住妻子，语气里满是宠溺：“既然都到齐了，今天就彻底放松一下。”路易斯眼神冰冷地盯着他们，一字一句的警告：“刚才聊得挺热闹啊，侮辱我的妻子，就是在侮辱整个公爵家，敢乱说话，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两个女人，这下彻底被吓破了胆。她们弯下腰，拼命道歉，只求公爵大人能放过他们。看着身边冷峻的丈夫和笑得像天使一样的儿子，罗莎莉亚心里满是感慨，别人怎么骂她都无所谓，只要有这个家在，她就觉得这辈子已经值了。可谁能想到，这份幸福的背后，其实藏着一段极其痛苦的过去。在转生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她的名字叫早苗，那时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场醒不来的噩梦。医生的一句话对她来说就像晴天霹雳，因为身体原因，她这辈子可能都没法怀孕。而那个叫修二的男人不仅没有给她半点安慰，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她。因为从小就在支离破碎的家庭长大，早苗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爱人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可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医生的话在她脑海里不断回响：难道我真的没法生孩子吗？看着早苗失魂落魄的样子，修二温柔地搂住她的肩膀，安慰道：没关系的，我们一起想办法，总会熬过去的。那一刻，早苗觉得修二就是他唯一的救赎，他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尝试。可结果呢？看着验孕棒上冰冷的一条杠，早苗的心凉了大半截。虽然修二嘴上说着不焦急，才刚刚开始，但只有早苗自己知道，这种期待落空的滋味有多难受。从满怀希望到心如死灰，他独自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的花一点点枯萎。这种无尽的等待，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头？看着朋友珍惜抱着刚出生的宝宝，大家都在真心实意的祝贺。珍惜笑着问早苗，要不要也来抱抱孩子？那一刻，早苗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虽然嘴上答应着，但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疼。她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没法再为别人的幸福感到高兴。这种嫉妒和自卑让她觉得自己像个怪物，更让她绝望的是丈夫修二的态度。早苗卑微地求他早点回家，想再为怀孕努力一次，可修二连头都没回，直接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她说这种事让她精疲力竭，还没出门上班就觉得压力大得喘不过气。看着丈夫冷漠离去的背影，早苗只能小声地说着对不起。这种再试一次和又失败了的死循环，到底还要重复多少遍？她站在空荡荡的家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如果这副身体争气一点，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所有的委屈和压抑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她终于撑不住了，在这个没人看到的角落，哭得撕心裂肺。那段日子，早苗觉得自己就像个行尸走肉，每天都活在无尽的黑暗里。走在喧闹的大街上，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的心早就隔了万水千山。就在早苗心不在焉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一个男孩为了捡帽子，竟然直接冲向了马路中间，眼看一辆车就要撞上去了。早苗根本没时间多想，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孩子出事。他用尽全身力气冲了过去，死死地把男孩护在怀里。紧接着，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剧烈的撞击感，世界瞬间陷入了死寂，鲜红的血迹在地上蔓延开来，现场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呼救和求救的声音。早苗躺在冰冷的地上，看着孩子的父母急匆匆赶来，原来他们一直就在附近啊！太好了，孩子总算平安无事了。在那一刻，早苗的脑海里开始像走马灯一样闪过这辈子所有的遗憾。她想起珍惜的孩子其实真的很可爱，自己当时应该真心祝福他的。她也想起和修二之间，如果当初能多一点沟通，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可惜这辈子已经到头了，如果真的有下辈子，好希望能重新开始一次。随着最后一口气咽下，早苗彻底告别了那个充满痛苦的世界。本以为这辈子彻底玩完乐，结果老天爷竟然真的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可还没等早苗高兴太久，她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这华丽的裙子，还有这满屋子的贵气，怎么看都像是她前世最喜欢的那本小说。她确实转生了，但拿到的却是最烂的剧本。她成了那个自己生前最讨厌、下场也最凄惨的恶毒女配罗莎莉亚·阿尔伯特。看着眼前这个孩子，罗莎莉亚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我的儿子吗？想起前世作为早苗时的痛苦，那些遗憾和委屈仿佛还在昨天。但这并不是梦，既然重活一世，我一定要亲手守护他的未来。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确认这份真实感。就在这一刻，两人的命运已经彻底交织在一起了。没错了，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那个恶毒的妈。在原本的故事里，罗莎莉亚为了折磨塞尔日，总是先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也难怪这孩子现在看我，就像在看一个怪物，换作是谁都没法原谅。虽然还不清楚穿越到了哪一步，但好在他还活着，
既然一切都还没到绝路，那就先从拉开距离开始吧。现在的他最需要的不是拥抱，而是安静。罗莎莉亚温柔地说：“抱歉让你担心了，谢谢你能来看我，塞尔日。”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孩子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显然还没适应母亲的转变。就在这时，仆人过来提醒，说是家庭教师已经到了。塞尔日赶紧礼貌地回应：“母亲，您千万别道歉，只要看到您身体康复，我就已经很高兴了。”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罗莎莉亚心里很清楚，想要修复这段破碎的关系，仅仅靠几句话恐怕还远远不够。罗莎莉亚看得很清楚，塞尔日刚才那个表情根本就是勉强挤出来的微笑。这么小的年纪，到底一个人默默忍受了多少？光是看着他的背影，就让人觉得心酸。而另一边的塞尔日坐在书桌前，根本无法专心。他觉得母亲今天太反常了，这一定是暂时的。等他从晕倒的混乱中清醒过来，肯定又会变回那个可怕的女人。甚至在听说母亲倒下的那一刻，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竟然是松了一口气。他甚至恶毒地想过，如果他就这么一直睡下去，该有多好。塞尔日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他怎么能诅咒母亲永远别醒来？这种罪恶感让他几乎窒息。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废物。如果自己能再优秀一点，或许母亲就不会那么讨厌他了。可现实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家庭教师的指责接踵而至。为什么又在发呆？这种简单的东西要教多少遍？面对老师的步步紧逼，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道歉，甚至连老师说他会毁掉家族，他也只能默默忍受。这孩子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信。他看着窗外，不知道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头。通过向女仆们打听，罗莎莉亚总算搞清楚了现状，现在的处境比他想象中还要糟糕。他竟然转生到了自己和儿子被处刑的1年前，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要命的是，塞尔日今年才6岁，这意味着他已经遭受了整整6年的虐待。难怪这孩子看他的眼神全是恐惧。如果现在突然对他太热情，恐怕只会让他更害怕。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挽回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就在他纠结万分的时候，转头看到了正在努力学习的塞尔日。看着他那副认真又乖巧的小模样，罗莎莉亚瞬间把烦恼抛到了脑后。这孩子简直太宝贝了，怎么能有人忍心伤害他呢？看着塞尔日这么努力的样子，罗莎莉亚心里全是心疼。她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把这孩子搂在怀里，好好夸奖一番。但她很清楚，现在的自己必须保持冷静。既然重活一世，她绝不会让塞尔日再丢了性命。有些事只有她这个当母亲的才能做到。就在塞尔日穿过花园时，罗莎莉亚主动叫住了他。这一声呼唤让孩子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小心翼翼地回应着，心里充满了不安。罗莎莉亚却露出了温柔的微笑，夸奖他今天的功课做得不错。罗莎莉亚温柔地问，愿不愿意陪他一起喝个茶？塞尔日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简直是破天荒头一回。以前的母亲根本不可能主动邀请他，他赶紧点头答应，生怕这只是一场梦。罗莎莉亚让他先坐下等着，自己转身跑向厨房，准备大干一场。看着这豪宅的厨房，他忍不住感叹，贵族的生活果然不一样，连做个饭的地方都大得离谱。罗莎莉亚在厨房里犯了难，她不知道塞尔日到底喜欢吃什么，更担心刚才的邀请会不会给孩子太大的压力。但她很快清醒过来，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为了不让塞尔日重蹈覆辙，她必须先让这孩子放下戒心，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她想让塞尔日感受到真正的快乐，而不是整天活在恐惧里。她急匆匆地跑出厨房寻找点心，正好撞见了管家一行人。管家一脸诧异地问：“夫人这么焦急，是出什么事了？”罗莎莉亚却像见到了救星，直接开口要茶和点心，说现在就要陪塞尔日喝下午茶。这话一出，管家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这还是那个冷漠的女主人吗？管家下意识想接手这些杂事，毕竟在大家眼里，这种粗活根本不该由夫人动手。可罗莎莉亚却一口回绝，她坚持要自己来，因为这一次她是真心想为塞尔日做点什么。看着她的背影，身后的仆人们全都炸开了锅，大家都在私下嘀咕，这还是那个冷血的罗莎莉亚吗？甚至有人开始担心，她亲自动手准备茶点，该不会是在里面动了什么手脚吧？而此时在花园里，塞尔日正一个人坐立难安，他根本不知道母亲在忙什么，只觉得这种反常的温柔简直比发火还要可怕。他不停地反省，是不是自己又在哪做错了？接下来迎接他的，难道是一场更可怕的惩罚吗？塞尔日坐在长椅上胡思乱想，他总觉得今天的母亲跟平时那个冷冰冰的人完全不同，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念头，觉得这一定是自己的错觉。他反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做错事，惹母亲生气。就在这时，罗莎莉亚端着托盘快步走来，大声向他道歉，说自己刚才忙过头了。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甜点，塞尔日彻底看傻了眼，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母亲会为他准备这么丰盛的下午茶。花园里的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微妙，罗莎莉亚表面上维持着优雅，心里却已经开始抓狂。她光顾着准备吃的，竟然忘了想好要聊什么话题。母子俩大眼瞪小眼，局面瞬间变得尴尬起来。罗莎莉亚在心里纠结了半天，想问问孩子喜欢吃什么，又怕显得太突兀；想问问学习进度，又觉得自己太像以前那个只关心成绩的冷血母亲了。算了，还是先让他吃饱再说。他笑着招呼塞尔日别客气，赶紧尝尝这些点心。塞尔日受宠若惊的应了一声，这才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块，用2只小手捧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起来。看着孩子这副可爱的模样，罗莎莉亚的心都要化了。可紧接着，一股酸楚涌上心头，
这么乖巧的孩子，以前竟然受了那么多苦。他强忍住心疼，努力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他轻声问塞尔日：“味道怎么样？合不合胃口？”看着塞尔日连吃个点心都一副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的样子，罗莎莉亚心里一阵刺痛。她意识到这孩子已经被自己吓破了胆。她深吸一口气，决定不再逃避过去。她认真地看着塞尔日说：“今天我有话想亲口告诉你。”接下来的这句话让整个花园都安静了。罗莎莉亚低声说：“对不起，以前我那样过分地对待你。”她知道无论找什么样的借口，过去的伤害都没法轻易抵消。她也不奢求孩子能马上原谅自己，直到经历了一场生死，她才彻底看清谁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比起那些迟到的补偿，她现在更想做的是让这个孩子以后都能开心的笑。她看着塞尔日的眼睛，郑重地许下承诺：“从今以后，我一定会让你幸福。”茶会接近尾声，罗莎莉亚笑着对孩子说：“谢谢你今天愿意陪我，下次我会准备更多你爱吃的。”她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有些害羞。她说：“不用太频繁，但如果以后还能一起喝茶，她会非常开心。”塞尔日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看着母亲温柔的侧脸，半天没反应过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地应了一句。就在这温馨的时刻，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管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大声喊着：“夫人！”他带来了一个让全场紧张的消息：公爵大人回来了。罗莎莉亚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那个冷酷的男人竟然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家。听到那个名字，塞尔日整个人都定住了，他嘴里喃喃地喊着父亲，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害怕，因为这个男人就是塞尔日的亲生父亲，也是整个帝国外号叫冷血公爵的狠角色。随着一阵沉稳的脚步声，走廊尽头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他就是路易斯·阿尔伯特，这个家真正的男主人，也是罗莎莉亚最忌惮的人。路易斯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接受最严苛的训练，但在他15岁那年，双亲因病突然离世。为了守住家族的荣耀，他不得不独自撑起一切，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甚至让人感到恐惧。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冷血公爵，觉得他根本没有感情。直到那场王室宴会，他遇到了一个女人，罗莎莉亚的出现让这个死水般的局面终于有了裂痕。谁能想到，罗莎莉亚为了上位，竟然在酒里下了药，亲手导演了这出戏。她裹着被单大哭，口口声声说这是自己的第一次。路易斯整个人都懵了，虽然完全没印象，但眼前的局面让他百口莫辩。罗莎莉亚趁机提出要求，只要你跟我结婚，这件事就永远是秘密。路易斯很清楚，一旦丑闻传出去，整个家族的名誉就毁了。哪怕心里有10000个不相信，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只能咬着牙答应。这门婚事就这么被他算计到手了。对外人都说公爵是一见钟情，可实际上路易斯早就看透了他的自私，甚至宁愿待在战场，也不想回这个家，被迫对一个不爱的人负责。这种日子他过够了。可罗莎莉亚却像没事人一样，笑眯眯地拉起塞尔日说：“走，咱们去接你父亲回家。”塞尔日吓得直往后缩，小声嘟囔着不想去，却被他强行拽走了。路过的仆人都看傻了，这女人是不是疯了？竟然敢主动去见公爵大人！罗莎莉亚带着孩子在大厅里安静地等着，这还是她第一次要正面硬刚这个男人。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尖上。路易斯终于露面了，他甚至不需要开口说话，周遭的气压就瞬间低了下去。原本热闹的房间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里。这就是传闻中的路易斯，哪怕只是站在他面前，都能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寒意。罗莎莉亚在心里反复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被他吓住，为了塞尔日，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他强行压下不安，换上一副灿烂的笑脸说：“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可路易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眼神里全是冷漠和怀疑。这热脸贴冷屁股的场面，让空气尴尬的都要凝固了。路易斯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把他当成了空气，转头就吩咐手下把文件送去书房。罗莎莉亚尴尬地站在原地，虽然知道是自己以前作死，但这种被彻底无视的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堵得慌。就在这时，塞尔日鼓起勇气走上前，小声喊了一句：“父亲，您回来了。”可路易斯依旧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脚步都没停一下，直接从孩子身边走了过去。罗莎莉亚彻底懵了，这男人难道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认吗？罗莎莉亚简直不敢相信，就算这婚结的再怎么不情不愿，她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冷酷到这种地步？看着塞尔日那副委屈的样子，罗莎莉亚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她先是温柔地安慰了孩子，随即转过头，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既然好言好语没用，那就干脆别装了。她冲着那个背影大喊：“喂，给我站住！你没听到孩子在叫你吗？我让你等一下！”她直接冲过去拦在路易斯面前。罗莎莉亚这回是真炸了，她指着路易斯的鼻子质问：“把我晾在一边也就算乐，可孩子在跟你打招呼，你怎么能把他当成空气？这么乖的孩子，你居然连看都不看一眼，你的心到底是肉长的还是冰块做的？”面对这劈头盖脸的臭骂，路易斯依旧一言不发，只是用那种冷到骨子里的眼神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路易斯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罗莎莉亚刚想发火，可看到不远处那个小小的身影，她整个人突然愣住了。这一幕简直跟她前世的父母一模一样。原来在这个家里，最受伤的永远是那个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的孩子。看着不远处的塞尔日，罗莎莉亚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确实太不像话了。她主动放低姿态，跟路易斯道了个歉，让他先回屋休息。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对峙，总算是暂时熄了火。
可一回到房间，罗莎莉亚就彻底破防了。明明是路易斯那张冷脸太吓人，怎么最后反倒成了他的错？看着这对父子形同陌路，他心里真不是滋味。既然已经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就绝不能坐视不管，必须得想个招，让这爷俩的关系暖和起来。罗莎莉亚冷静下来后，发现自己差点又凭着性子胡来。想要改变塞尔日的命运，就必须先搞清楚这孩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打听到塞尔日在后花园，罗莎莉亚立刻赶了过去。如果能缓和这对父子的关系，或许才是救命的关键。此时的塞尔日正躲在树下，抱着心爱的泰迪熊读绘本。他指着书里的国王说：“以后也要成为这样了不起的英雄。”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罗莎莉亚心里一阵发酸。原来在她小小的世界里，一直渴望着能像父亲那样强大。罗莎莉亚轻声唤他的名字，却把正入神的塞尔日给吓了一大跳。看着塞尔日认认真真读绘本的样子，罗莎莉亚心都要化了。她试探着问能不能坐在一旁。塞尔日虽然还有些局促，但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花园里的风吹得刚刚好，罗莎莉亚不想再绕圈子，她轻声问塞尔日：“在你心里，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刚才还算轻松的气氛，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塞尔日低着头半天没说话，两只小手死死地拽着裤脚。罗莎莉亚没有逼他，只是温柔地告诉孩子，不想说也没关系，他只想听听他的真心话。过了好久，塞尔日才终于鼓起勇气，小声吐出了那几个字：“我有点怕他。”这句藏在心底的大实话，听得罗莎莉亚心里猛地一沉。听完塞尔日的话，罗莎莉亚心里五味杂陈。在这个家里，这孩子一直被冷落，被严厉对待，换做别人恐怕早就心生怨恨了。可塞尔日接下来的话却让罗莎莉亚彻底愣住了。他说每当看到父亲浑身是血的回来，就知道他是在拼命保护这个国家。在塞尔日眼里，那个冷冰冰的路易斯其实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甚至梦想着以后也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罗莎莉亚看着眼前的孩子，心里一阵酸涩。明明受了那么多委屈，却还在努力寻找父亲身上的光。塞尔日真是个善良的让人心疼的孩子。看着塞尔日因为不会骑马而自卑，罗莎莉亚突然有了个大胆的主意。既然这孩子这么崇拜父亲，那干脆就捅破父子间那层窗户纸，帮他们把关系拉近一点。罗莎莉亚直接闯进书房，开门见山地提出想让路易斯亲自教塞尔日骑马，毕竟作为统领全军的公爵，没人比他更合适了。可路易斯头都没抬，冷冰冰地回了一句：“这种事找个教官就行，为什么要浪费他的时间？”罗莎莉亚这次没有退缩，她盯着路易斯的眼睛说：“不为别的，就因为你是塞尔日的亲生父亲。”书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罗莎莉亚深吸一口气，主动提起了以前那些荒唐的任性。她说自己知道错了，只希望路易斯能给孩子一个机会。面对罗莎莉亚破天荒的道歉，一直冷若冰霜的路易斯终于停下了手中的笔。罗莎莉亚低下了高傲的头，这一声对不起，她是发自肺腑的。她甚至开始憧憬三个人能像真正的家人一样，把这个冷冰冰的公爵府变个样。她诚恳地请求路易斯帮帮她，可换来的却是路易斯头也不抬的冷漠。他直接吩咐管家去请教官，完全把罗莎莉亚的真心话当成了耳边风。这一下确实让人挺难堪的，但罗莎莉亚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想起塞尔日那张忧郁的小脸，她知道自己绝对不能退缩。她再次抬起头，语气比刚才更加坚定。她说：“这不仅仅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整个家族的未来。作为父亲，路易斯必须亲自给儿子做个榜样。”面对罗莎莉亚步步紧逼的请求，路易斯握笔的手终于停了下来。路易斯冷冷地丢下一句：“赶紧出去。”罗莎莉亚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这次彻底谈崩了。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路易斯又补了一句：“准备好了就去马厩集合。”这意思显然是答应了。罗莎莉亚笑得合不拢嘴，连声向公爵道谢。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他一秒钟都不想多待，直接行个礼就溜了。这下轮到路易斯傻眼了，刚才还一副非他不可的样子，结果转头走得比谁都快。不过罗莎莉亚可管不了这么多，她现在满脑子都是父亲竟然真的答应教她骑马了，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她赶紧换好衣服来到花园，塞尔日已经在那等着了。塞尔日现在整个人都僵住了，毕竟这可是父亲第一次主动教他，小家伙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会让公爵彻底对他失去兴趣。罗莎莉亚在一旁看得直心疼，这孩子懂事的让人难受。再看看那边正准备上马的路易斯，不得不承认，这男人认真起来确实帅得没边。但帅归帅，罗莎莉亚心里那本账可清醒着呢，长得再好看，也抹不掉他以前对孩子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这笔账可没那么容易翻篇。罗莎莉亚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节骑马课能让这对僵持已久的父子关系稍微缓和一点。路易斯教起儿子来，简直比带兵打仗还要严厉，重心、肩膀、眼神，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塞尔日听得大气都不敢喘，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绝对不能让父亲失望，一定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到。可越是紧张，就越容易出乱子。马背突然剧烈晃动了一下，小家伙差点被甩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路易斯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勒住了缰绳。看着塞尔日自责的样子，路易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其实也并没有比这孩子强多少。这位一向严厉的公爵破天荒地放低了声音，他告诉小家伙，没人能一次就做得完美。这句话就像一道光，瞬间点燃了塞尔日的斗志。他不再害怕失败，而是主动要求再试一次。路易斯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认可。
他耐心地引导孩子稳住重心。这一刻，塞尔日终于找回了自信，他紧紧握住缰绳，不再是那个胆怯的小男孩，而是这匹马真正的继承者和主人。谁能想到，刚才还吓得不敢动的小家伙，现在竟然能让马儿跑起来了！塞尔日兴奋地大喊，这种自由的感觉，他还是第一次体会。罗莎莉亚在旁边看得眼眶发热，她真想大声告诉这孩子，塞尔日，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刚才没有选择放弃。看着他脸上那种灿烂的笑容，罗莎莉亚心里百感交集，这恐怕是他见过这孩子笑得最开心的一次了。这一刻，所有的辛苦和担心都值了，只要能看到他这么快乐，罗莎莉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值得的。路易斯公爵还是那副老样子，明明心里挺满意的，嘴上却非要说能骑好马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罗莎莉亚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这家伙的自尊心真是一如既往的无药可救。可单纯的塞尔日完全没听出弦外之音，他满脸灿烂地感谢父亲的教导，甚至当场立下誓言，一定要成为最优秀的骑手。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小家伙再次策马奔腾。可谁也没想到，意外就在这一刻发生了。马儿像是突然受了什么惊吓，猛地加速冲了出去。塞尔日的惊叫声响彻整个马场，局面瞬间失去了控制，失控的金马根本停不下来。塞尔日只能死死抓着马鬃，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罗莎莉亚了。路易斯在远处急疯了，他大声吼着：“快躲开！”可罗莎莉亚就那样直挺挺地站着，用自己的身体硬生生拦住了这头疯马。马终于停下了，塞尔日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罗莎莉亚已经支撑不住了，她就这样倒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谁也不知道刚才那一下到底伤得有多重。刚才那场意外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路易斯看着倒在地上的罗莎莉亚，一段尘封的记忆突然撞进脑海，他大声吼道：“快去叫医生，动作快点！”周围的仆人都吓傻了，谁也没见过公爵这么失控的样子，局面乱成了一锅粥。路易斯根本顾不上什么礼仪，他一把抱起昏迷的罗莎莉亚，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塞尔日手在床边，嘴里不停重复着对不起。这孩子显然被吓坏了，把所有的错都揽在了自己身上。罗莎莉亚缓缓睁开眼，轻声唤着他的名字，总算让崩溃的塞尔日停了下来。塞尔日哭着说：“妈妈，全都是我的错。”罗莎莉亚这才想起来，自己是因为被马撞到，才彻底失去了意识。可当时的真相真的只是意外吗？罗莎莉亚温柔地安慰着他说：“别哭了，塞尔日，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看着这孩子哭成这样，罗莎莉亚心里很清楚，她现在肯定特别自责，就像曾经的自己一样。她轻声告诉塞尔日：“谁都会犯错，但以后想骑马的话，一定要先去问问路易斯的意见。”塞尔日这才止住眼泪，乖乖答应了。就在这时，罗莎莉亚发现床边多了个小东西，这只毛绒熊，难道是这孩子特意带给她的？罗莎莉亚认出了那只泰迪熊，塞尔日小声解释说，那是他3岁生日时父亲路易斯送给他的礼物。看着眼前的孩子，罗莎莉亚突然意识到，难道这段时间他们父子俩一直守在自己身边吗？塞尔日低着头说，我想着只要守在这里，妈妈醒过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孤单了。听到这话，罗莎莉亚轻轻摸了摸他的头，这一刻他心里比谁都暖和。他微笑着说，谢谢你塞尔日，我现在真的很幸福。塞尔日害羞的不行，找了个借口说要去叫医生，一溜烟就跑没影了。房间里只剩下路易斯和罗莎莉亚，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尴尬，谁都没有先开口说话。路易斯沉默了半天，才低声问了一句，还有哪里疼吗？罗莎莉亚愣了一下，原来这个冷冰冰的男人竟然也会担心自己，可这种独处的压力实在太大，他赶紧找了个理由，说要去看看塞尔日的情况。这地方他是1秒钟也待不下去了。谁能想到，一向高冷的公爵路易斯竟然主动开口道歉了。他低着头，非常自责，觉得是自己没看住孩子，才让罗莎莉亚受了伤。罗莎莉亚看着他，心里忍不住感叹，这父子俩的责任感简直一模一样，真不愧是亲生的。他趁机拉住路易斯说，如果你真的担心我，那就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对塞尔日也温柔一点吧。路易斯沉默了很久，最后终于松口，轻声答应了他的请求。管家和女仆们急匆匆赶来，确认罗莎莉亚平安无事。女仆凑到他耳边小声报了个大料，原来在所有人赶到之前，是路易斯第一时间冲过去，亲手把他抱回房间的。罗莎莉亚整个人都傻了，那个冷冰冰的路易斯竟然会做出这种举动，看来他确实是在反省了。罗莎莉亚心想，哪怕慢一点，两人的关系或许真的能好起来。就在大人各怀心思的时候，小塞尔日正一个人躲在走廊里，他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个摸头杀，妈妈竟然摸我的头了。小家伙心里美滋滋的，这一下估计能让他开心好几天。塞尔日正美滋滋的往前跑，结果一转头直接撞上了最严厉的家庭教师。老师手里拿着刚改完的试卷，语气冷得像冰块，这分数简直没法看。他对着塞尔日就是一顿冷嘲热讽，问他是不是脑子不开窍，非要从1+1重新学起才行。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孩子心里。塞尔日低着头一言不发，整个人都快被这种压力压垮了。就在这时，路易斯的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老师这才收敛了气焰。他冷冷地丢下一句明天继续，转身离开了，只留下塞尔日一个人站在原地。虽然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比起昨天已经好多了。罗莎莉亚正打算慢慢走走，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远处的塞尔日，他走上前打招呼，塞尔日早上好。可话还没说完，这孩子冷淡的反应让他当场愣住了。
塞尔日整个人都在发抖，看到罗莎莉亚走过来，他支支吾吾的打了个招呼，就赶紧低下了头。罗莎莉亚察觉到不对劲，这孩子最近明明开朗了不少，怎么突然又变回老样子了？他猛地想起一件事，今天是家庭教师过来的日子，在原本的故事线里，那个老师可不是什么好人，他和罗莎莉亚曾经联手，把这孩子欺负得不轻。罗莎莉亚暗暗下了决心，这次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她一定要保护好塞尔日。罗莎莉亚主动提议要陪塞尔日一起去上课，这孩子显然没反应过来，愣了好半天才点头答应。谁也没注意到，路易斯就在走廊尽头，他一言不发地盯着两人的背影。画面一转，塞尔日已经坐在了书桌前，那个戴眼镜的家庭教师语气听起来非常严厉，他步步紧逼地追问：“昨天的内容是不是都懂了？”这种压抑的气氛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看来罗莎莉亚猜的没错，这堂课果然没那么简单。面对老师的质问，塞尔日只能小声应和。坐在一旁的罗莎莉亚敏锐地察觉到，昨天的课肯定有问题。这个家庭教师表面恭敬，心里却烦躁到了极点。他觉得罗莎莉亚今天出现在这，简直就是碍手碍脚。在他眼里，塞尔日就是个没用的累赘。他甚至觉得这孩子打错了算盘，以为找个靠山就能躲过去。他露出一丝阴险的笑，觉得罗莎莉亚肯定还是站在他这边的，于是转过头就开始告黑状。他说塞尔日的成绩一年都没进步，甚至还拿别的孩子来对比，话里话外都在嫌弃这孩子太笨，这明摆着是想挑拨离间，让罗莎莉亚彻底厌恶塞尔日。可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的罗莎莉亚早就变了个人。这个家庭教师越说越过分，他先是假装一脸困惑，阴阳怪气地问塞尔日到底有没有学习的动力。塞尔日被吓得根本不敢抬头，只能在那支支吾吾，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这反应让老师更加嚣张了，他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的冷嘲热讽，说路易斯公爵从小就优秀的惊人，怎么到了儿子这，差别竟然会这么大？最后这句话简直是杀人诛心，他竟然当众质疑塞尔日到底是不是公爵亲生的。这种话一出口，整个房间的气氛彻底变了。他以为罗莎莉亚会跟着一起嫌弃，却没发现罗莎莉亚的眼神已经冷到了极点。看着塞尔日痛苦的样子，这个家庭教师不仅没有收手，反而躲在镜片后面偷笑。他正沉浸在这种变态的快感里，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罗莎莉亚冷冷地打断了他。这一声够了，吓得老师当场愣住。罗莎莉亚步步紧逼，质问他作为一个老师，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分寸，竟然敢对公爵继承人如此无礼。老师这下彻底懵了，他发现眼前的夫人完全变了个人，以前那个跟他一起看笑话的人，现在竟然在给这孩子撑腰。罗莎莉亚的声音越来越冷，她盯着老师的眼睛问：“这一年多以来，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虐待他？”最后这一句我珍贵的儿子，不仅让老师感到了绝望，也让一直身处黑暗的塞尔日终于看到了光。这家庭教师也是个狠角色，看罗莎莉亚在那护着孩子，他不仅没反省，反而觉得罗莎莉亚在装圣母。罗莎莉亚说：“幸好自己早上觉得不对劲，不然这孩子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他当场宣布，这地方不需要这种老师了。一听说要被开除，这女人立马就急了，毕竟这可是全城最高薪的工作，她怎么舍得就这么丢了饭碗？他不仅没打算走，反而冷笑着反咬一口，说这公爵府真正做主的是路易斯，罗莎莉亚根本没权利开除他。他甚至当面嘲讽罗莎莉亚，说谁不知道你们夫妻感情破裂，公爵根本就不会听你的。谁也没想到，路易斯公爵竟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了教师身后，没人知道他到底听了多久。罗莎莉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而那个家庭教师更是吓得不轻。他反应过来后，赶紧换上一副笑脸，开始狡辩。他一边装可怜，一边还想把锅甩给罗莎莉亚，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想求公爵再给他一次机会。可路易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打断了那些废话，让这个女人永远别再踏进府邸一步。这下他是真的慌了，还以为路易斯是在开玩笑，赶紧拿小少爷塞尔日当挡箭牌，求着再多留一年。女人哭喊着说：“我绝对不能走，求您让我继续留在这吧。”路易斯根本不吃这一套，语气冷到了冰点。难道你没听见吗？我让你现在就滚！这下那个女人彻底没戏了，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只能灰溜溜的逃走。结果还因为挡路被路易斯训了一顿。罗莎莉亚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开始犯嘀咕：这个男人居然会帮我说话，到底是因为看不惯那个家教，还是真的在护着我？但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冷静，完全猜不透在想什么。路易斯突然开口说：“我会重新找个家教过来。”罗莎莉亚赶紧点头答应，这下总算能松一口气了。路易斯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儿子塞尔日，这个平时冷冰冰的男人竟然主动开口关心了一句。他低声叮嘱道：“以后要继续努力学习。”塞尔日整个人都懵了，反应过来后赶紧大声答应，连连向父亲道谢。看着孩子深深鞠躬的样子，罗莎莉亚在旁边感触很深，这大概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虽然话不多，但对塞尔日来说，这比什么奖励都重要。塞尔日低头抓着衣领，心里全是满足。原来父亲和母亲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让他觉得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罗莎莉亚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挺感慨的。换做以前的路易斯，绝对说不出这种暖心的话。看来这个男人是真的在慢慢改变了。他走到塞尔日面前，语气里满是心疼：“对不起，宝贝，是妈妈发现的太晚了。”塞尔日懂事地摇摇头，只要能换个新老师，他就已经很知足了。罗莎莉亚温柔的承诺，下次一定会找个好老师。塞尔日乖巧的答应着，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
罗莎莉亚看着眼前的孩子，心里一直在盘算，光是喝茶聊天肯定不够，得做点什么让塞尔日更开心才行。他试探着问了一句：“塞尔日，等会儿想不想跟我去镇上逛逛？”塞尔日整个人都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镇上还是和妈妈一起？罗莎莉亚笑着说：“你最近学习这么辛苦，想要什么奖励尽管开口，咱们再去吃点好吃的甜点。”塞尔日这下反应过来了，忙不迭的猛点头，说自己做梦都想去。看到孩子这么高兴，罗莎莉亚总算松了一口气，能像这样带孩子出门，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既然决定了，那就别磨蹭了，现在就出发去准备吧。马车缓缓停下，罗莎莉亚和塞尔日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路易斯公爵竟然就在车里坐着。罗莎莉亚试探着问了一句：“您怎么也在这？”路易斯头也不抬地回答：“正好在镇上有公事要办。”罗莎莉亚心里直犯嘀咕，这两人平时的交流简直少得可怜，得想个办法打破僵局才行。不过塞尔日倒是高兴坏了，本来以为只有妈妈陪着，现在连父亲也来了，对他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既然孩子这么开心，罗莎莉亚也就不再纠结。三人就这样来到了镇上，看着塞尔日兴奋的样子，这趟出门总算是没白来。罗莎莉亚叮嘱塞尔日别跑太远，看着孩子活蹦乱跳的样子，心里别提多美了。这孩子真是越看越可爱。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路易斯，忍不住问了一句：“公爵大人，您不是还有正事要忙吗？”路易斯一脸淡定的回答：“还没到时间。”罗莎莉亚心里明白，这男人分明就是想多陪陪他们。看着三个人走在一起的身影，他突然有些失神，这种感觉终于像个真正的家了。既然气氛都到这了，罗莎莉亚决定不再多想，今天一定要玩个痛快。他带着塞尔日来到橱窗前，各种精致的小玩意儿，看得孩子眼睛都直了。罗莎莉亚大手一挥，看中哪件直接试穿，今天就是要开启疯狂购物模式，把喜欢的全都带回家。看着塞尔日盯着橱窗那副挪不动步子的可爱模样，罗莎莉亚恨不得把整家店都搬回家，只要孩子喜欢，花多少钱他都不心疼。他在店里转了一圈，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这件礼物绝对能送到孩子心坎里。他笑着叫住塞尔日，递过去一个精致的纸袋，轻声说：“给，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塞尔日整个人都傻住了，愣在原地半天没敢接。罗莎莉亚温柔地催促他：“快拆开看看，喜不喜欢？”袋子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丝带。罗莎莉亚解释说：“这是给你那只泰迪熊准备的，系上它一定特别好看。”塞尔日捧着纸袋，心里翻江倒海，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收到来自妈妈的礼物。这一刻，那些丝带仿佛比任何宝贝都珍贵，他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生怕这只是一场美梦。塞尔日紧紧抱着礼物，大声说着谢谢。看着孩子笑得这么灿烂，罗莎莉亚心里暖洋洋的。可这一幕全被不远处的路易斯看在眼里，他静静地站在那，心里却泛起了一阵涟漪。在他的记忆里，塞尔日总是那个低着头唯唯诺诺跟在自己身后的影子，从来不敢大声说话，更别说像现在这样开怀大笑。看着现在的塞尔日，路易斯突然意识到有些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罗莎莉亚察觉到了他的目光，转过头，两人的视线撞在一起，气氛变得有些微妙。谁也没有说话，但有些隔阂似乎正在悄悄发生改变。路易斯就那样定定地站着，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完全没听到周围的声音。罗莎莉亚觉得有些不对劲，试探着轻声唤了一句：“公爵大人。”罗莎莉亚试探着问：“大人，您怎么了？”路易斯沉默了片刻，低声说：“我还有事处理，先回去了。”看着他匆忙离开的背影，塞尔日也愣住了。父亲这是怎么了？罗莎莉亚总觉得不对劲，这不像是在忙公事，反而更像是在逃避什么。那种感觉，与其说是冷漠，倒不如说是孤单。原来路易斯也会露出那种表情。仔细想想，对他所有的了解，都只停留在原作故事的表面。他在书里几乎没怎么露过面，更别提什么存在感了。可他刚才的样子，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难道说他现在正承受着什么痛苦吗？母亲，塞尔日小声叫住了他。罗莎莉亚回过神，发现这孩子正紧紧抱着纸袋，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看他这副紧张的样子，显然是有话要说。公爵大人今天竟然提前回府了，这让家里的女仆们都吓了一跳。明明说好在城里有事，可夫人和少爷都还没回来，他却一个人先现身了。路易斯现在整个人都乱了，这种坐立难安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烦躁吗？还是在生气？好像都不对。他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原本只是担心罗莎莉亚在外面惹麻烦，才决定暗中跟着他。可谁能想到，最后陷进去的竟然是自己。早知道会变成这样，当初真不该跟过去的。明明还有一堆公事要处理，可路易斯现在根本坐不住，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担心那个女人。自从罗莎莉亚改变态度后，他整个人都乱了阵脚，脑子里全是他之前吵架时说的话。他指责路易斯忽视儿子，甚至要求他对塞尔日温柔一点，这让路易斯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娇生惯养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继承人就该在严厉的管教下长大，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路易斯，你以后要继承整个家族，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为学到的一切承担责任。面对父亲冰冷的命令，年幼的路易斯只能低头顺从。那种压抑到窒息的教育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子里。可现在，罗莎莉亚却想打破这一切，为什么做不到？面对父亲冰冷的质问，年幼的路易斯根本不敢抬头，他只能小声辩解说自己害怕那把剑。闭嘴，不要找借口。父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过来，躲在借口后面
只会让你显得丢人现眼。阿尔伯特家族不需要这种废物，听清楚了吗？是的，父亲。路易斯只能强忍着恐惧回答。从那天起，不要找借口就成了他的人生准则，不能依赖任何人，更不准逃跑，哪怕心里再厌恶、再害怕，也必须咬牙走下去。这就是路易斯长大的方式，也是他唯一懂得的生存法则。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幼年的路易斯终于拿稳了手里的剑，他兴奋地告诉自己，终于能像样的战斗了。就在这时，他发现父亲正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认可。父亲，他刚想跑过去分享这份喜悦，可那个男人却连头都没回，直接转身离开了。满腔的热情瞬间被浇灭，只剩下那个冰冷的背影刻在了他的记忆里。回到现实，路易斯终于看清了真相，原来这就是他一直以来认为的正常。这种冷漠和疏离已经成了他无法摆脱的诅咒。路易斯一直告诉自己，没被赶出家门就已经很幸运了。正是因为父亲当年的冷酷，才让他学会了独当一面。可如果说真心话，当年的他其实比谁都渴望得到赞美，渴望有人能对他温柔一点。看着罗莎莉亚对儿子的呵护，路易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原来他不是在生气，而是在嫉妒。他嫉妒塞尔日能拥有他童年梦寐以求的一切。父亲，你现在有空吗？门外传来了塞尔日怯生生的声音。路易斯沉默片刻，收起了所有的思绪，低声让他进来。这一刻，他看向儿子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谁也没想到，塞尔日竟然抱着一大束蓝色的花，怯生生地走到了路易斯面前。父亲，这是送给您的。孩子的声音虽然在打颤，但眼神里全是期待。他说看父亲平时太忙了，怕您太累，所以想送点花让您心情好一点。罗莎莉亚在一旁轻声补充，这些花都是孩子自己挑的，甚至还动用了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看着眼前这抹鲜艳的蓝色，路易斯彻底愣住了。他原本以为这个孩子夺走了属于他的爱，可现实却是这个小小的生命竟然一直在笨拙地爱着他。这一刻，路易斯心里的那座冰山终于开始崩塌了。看着手里那束蓝色的花，路易斯在心里轻声说了一句，我真的很开心。塞尔日这孩子还是太害羞了，随便找了个写作业的借口，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罗莎莉亚看着这一幕，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她觉得现在的路易斯终于比以前多了点人情味。既然父子俩已经和解，她觉得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于是轻声告辞，准备转身离开。可就在他迈步的一瞬间，路易斯却突然伸手死死地拽住了他的衣角。路易斯回过神来，低声说了句抱歉。刚才那一瞬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气氛变得有点尴尬。罗莎莉亚还没缓过劲来，他却突然开口质问，为什么要干涉他对待儿子的方式？罗莎莉亚没有退缩，直接给出了答案，因为那是他最宝贝的儿子。这下轮到公爵没话说了，局面彻底僵在这了。路易斯这一句话直接戳到了最疼的地方。他问，既然这么宝贝儿子，那以前为什么要一直虐待他？罗莎莉亚愣住了，她没法解释自己是转生来的，这种事说出来谁会信？只会让年幼的塞尔日更难受。她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说自己以前太自私，眼里根本看不见别人。直到大病一场彻底倒下，她才发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可即便被那样对待，孩子竟然还在对着她笑。她不想再找借口了，只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塞尔日能一直笑下去，只要他能幸福，让他做什么都行。看着眼前这个判若两人的妻子，路易斯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罗莎莉亚发现这个男人真的变了，以前他连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现在竟然能耐心的听他把话说完。他试着发出邀请，问他明天要不要一起参加茶话会，结果路易斯还是老样子，一口就给拒绝了。不过罗莎莉亚并没打算放弃，她直接拆穿了路易斯的心思，问他刚才是不是想跟儿子道谢。他说如果能听到父亲亲口道谢，塞尔日一定会非常开心。路易斯愣在原地，显然是被说中了心事。等罗莎莉亚离开后，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开始怀疑，难道自己的心思表现得那么明显吗？其实他没想那么多，只是单纯的希望那个孩子能多笑一笑，能过得比谁都幸福。这对父子之间的坚冰似乎终于有了裂痕。路易斯看着手里的花，心里五味杂陈。以前他总觉得只要能保住家族的地位，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可现在事情变得奇怪了，塞尔日那个灿烂的笑容就像印在了他脑子里一样，怎么都忘不掉。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真的错了。转眼到了第二天，阳光明媚，罗莎莉亚笑着打招呼，感谢公爵大人能赏脸过来。路易斯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他转过头去，嘴硬地说了一句，别误会，我可不是为了你才来的。虽然话听着还是那么刺耳，但他能出现在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路易斯背对着他，语气依然冷冰冰的，他说别以为儿子现在黏着你，我就会彻底信任你。罗莎莉亚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表现得很坦然。他说只要塞尔日能开心，自己就已经很满足了。就在气氛有点僵的时候，塞尔日一蹦一跳的跑了过来，先是甜甜的叫了声妈妈，转头看见父亲也在，整个人都兴奋的不行。看着儿子那副开心的模样，路易斯彻底愣住了，他怎么都想不通，这孩子现在怎么能笑得这么灿烂？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是他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塞尔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竟然真的坐下来要和他们一起喝茶了。这孩子高兴的直接叫出了声。罗莎莉亚在一旁偷笑，小声跟路易斯显摆说，看吧，孩子只要见到你就这么开心。路易斯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那装高冷。
管家突然在旁边来了个神助攻，告诉塞尔日，桌上这些点心全是公爵大人昨晚亲手准备的。路易斯这下坐不住了，心里直骂管家话太多，这种偷偷做的好事被当众拆穿，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可塞尔日哪管这些，听到这些全是父亲的心意，他感动得不得了，觉得这是自己最幸福的一天。看着路易斯那副尴尬又局促的样子，罗莎莉亚心里很清楚，这个外冷内热的男人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努力学着去爱这个家。路易斯坐在椅子上，有些局促地开了口，他说：“谢谢瑟尔日昨天的花。”看着孩子笑得那么灿烂，路易斯心里咯噔一下，他完全没想到，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让这孩子满足成这样。塞尔日大着胆子又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问父亲能不能抽空再教教他怎么骑马。路易斯这次没再犹豫，直接点头答应了，甚至还破天荒地补了一句：“以后只要你想学的，尽管开口告诉我。”听到这话，塞尔日整个人都亮了起来，这对父子之间那层厚厚的冰总算是彻底化开了。罗莎莉亚在一旁静静看着，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她能感觉到这对父子之间的距离正在慢慢缩短。以前的路易斯总是冷冰冰的，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可现在他竟然也流露出了温柔的一面。察觉到罗莎莉亚一直在盯着自己，这位公爵大人反而有点不自在了。气氛虽然有些微妙，但这种改变确实让人欣慰。就在这时，画面转到了另一边，一份来自托伊尔家族的邀请函送到了这位女士手中，对方特意提到了罗莎莉亚，看来这场即将到来的茶话会绝对没那么简单。女士拆开了信封，看着手里的邀请函，她显然有些意外。她低声自言自语：“原来姐姐也收到了邀请。”